9.8克。师傅，麻烦你再称一下。哦，再称一次。是9.8克，还是9.8？成了，总算是成了。老薛，老板，你们都太不容易了。大家辛苦了哈。哎，张度呢？张度，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就没醒过来。别害怕，他倒下去了，不是真倒下去了哦，他就是累得睡着了。我刚去看过了，放心吧。这个，别吵他，让他好好睡。是啊。你怎么样？你看，熟了，严重吗？不轻啊。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那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猕猴桃藤汁加的多了，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得解决呀。我想想，经博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要求的是薄和韧度，书写不主要。老马师傅，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是啊，这回啊，是因为你们跟金博的订单引起的。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诚心堂纸。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金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紧锣密鼓地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怪我太草率了。二位老师，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自己解决一下。我试试吧。好。还有件事要先办呢。这个纸熟啊，过去我们也碰见过，但是如果说严重的纸熟，那就是纸病啊。你能不能解决，现在都很难说。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你想再反复，那就难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谨慎从事。你们跟你们领导说，要做最坏的打算。夏师傅，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2条腿走路，诚心堂的首发式该办的办，那咱们纸病的问题该解决解决，这样互不影响，也不耽误。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这怎么叫弄虚作假？我告诉你，这绝对不能这样，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不成你把它说成，这不是我们宣家做的事。那我们也可以灵活一点吧。永年啊，董事长那儿呢还好说，主要是金波催得紧，才把这个首发式的时间给定了。是的，袁师傅，我个人无所谓，但是现在已经跟金博汇报了，已经说造好了，再说没造好，这样反反复复，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你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啊？本周6。今天就是周3了，等于说只有2天半时间啊。对。老满，你说的那个办法，把纸重新润湿了，在木板上晒，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那就先试试。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100多年啊，诚心堂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轩家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会失传？难呀，所以你们造不出来啊，不丢人。不对吧，廖主任？这诚心堂纸失传是因为李煜颁布法令，不许民间制造买卖。南唐被灭了，诚心堂纸的手艺才丢了的呀。这也是一种解读，就是因为太稀缺。苏轼形容得诚心堂纸如得天球拱璧，什么意思？欧阳修说的吧？啊，对，欧阳修。欧阳修啊说的这个天球，我考考你什么意思？哎呀，扯远了，廖主任。这个天球啊，就是古代的天文仪。拱璧就是珍贵的礼器。欧阳修形容诚心堂纸为天地之宝啊。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我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呀？这解决方案啊，就是没有方案。来，都别干了，过来一点。老满，不行。老全，我给董事长打电话，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门官，这京博那边怎么解释呢？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那不行的呀，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他当时说就是用2块木板啊，把纸给夹住，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哦，师傅，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谢师傅，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哦，廖主任，你赶紧说什么书啊？别催我，好好想想，让我。四库全书里面，曹操的《革古要论》，《革古要论》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那我赶紧给辛总打电话。好，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去。你快去。我也去。走。我请问一下，这个廖主任，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吗？四库全书《革古要论》分为3卷13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呢。没事，我来找。小心一点啊！好，注意别弄乱了。哎，明白。小心啊！是不是这个？啊？革古要论。对。你去哪儿啊？张都，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啊。桃子，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张都，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每一个隔板只夹10张纸，因为只有10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以达到纤维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提高韧性。这就是诚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跟咱们制作的宣纸那是不一样的。此刻，我们正见证清为宣纸事业的历史性突破。国家宣纸企业代表洪新厂也将有国家级非遗传承类领域的宣纸厂历时3年联合攻关，成功复原诚心堂纸。这种曾被古代大文豪们赞为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的御用纸张，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捶打青檀皮，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诚心堂纸的理化指标。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还历时3年。咱们做诚心堂纸，前后2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哎，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谁知道啊？我觉得不是红星厂，就是电视台瞎吹的。哎，这说啥？这我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怎么吃的？就知道吃。宣师傅啊，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咱们宣家的纸啊都出名了。哎，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了。哎呀，这个张度啊，就爱出风头，那谁都知道啊。那他背后掌舵的，那还不是老薛和老马了？就是嘛。对啊，对啊。哎，我看这个金博专家呀，也是个不懂行的。张度一个只学了1年半载的后生，就想造这个诚心堂纸啊？就是。哎，这什么话呢？这是。那张度代表的是宣家，又不是代表他个人。哎呀，永年啊，像这种给宣家争荣誉的事。应该你去才对嘛？哎，对呀，老薛，应该你去啊！这干嘛？张度他年轻，他去争，他有什么不好？诚心堂纸有2大特点，是我们平时捞的传统纸所不具备的，一个是薄，一个是韧。这薄啊，其实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喂，依然。哎，欣姐。那个轩辕没事吧？他这个人一向心大，总是嘻嘻哈哈的，表现出来什么都不在乎。是，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这也是他的使命了。所以啊，这一次他必须要突破他以前的理念和经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重获新生。谢谢。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诚心堂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你疯了？怎么全给烧了你？我问你话呢，为什么都给烧了？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地爱上我，无法自拔。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打算来拯救我？我跟你好好说话呢。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懂你，很孤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你打算怎么帮我？我可是林依然，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最有步的年轻干部。这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那倒真是。其实我觉得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走出去，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你说的这人间烟火，我怎么没理解出来什么意思呢？你听我的就行了。其实，那可不，要说功劳啊，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千冲玉髓飞星血，一指诚心见太虚。”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好。张度，多吃点菜啊，少喝点。好的，师娘。这个35代传人呢，这一算是上千年了，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师傅，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的。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传承人，新时代和旧时代，它还是不一样的。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了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师傅，我永远都是宣家人。好，你坐下吧。喝的有点多。我给大家说啊，我呢，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因为宣家呀，跟宗阔斋这200多年呢，我们就要续上了，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我得奋斗。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度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没听错吧？听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老徐，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纸，咱不说其他的，好吧？哎，老爷，张度啊，他做了不少，他做的不错。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诚心堂纸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诚心堂纸，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老爷，吃东西。行了，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
为了宣家能更好。来，咱们喝一个。哎，今天都没少喝，差不多得了啊。就吃菜吃菜。哎呀，你喝多了，你也吃点。上班呢，想什么话？主任，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诚心堂纸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我看一眼。我是不是早有预见？当初让你们到轩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厉害啊！你呀，有点小成你就飘，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你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了睡，睡了吃的。哎，我可听出来酸味儿了。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啊，开心就好。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哎，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那你路上慢点啊。不聊了。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我还没讲完呢。您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我要拍视频去了。哎，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哎，我还没吃完呢嘛。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什么事又惹你不高兴？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哎，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行不行？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100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脸，你关心过谁？好了，别说了，好吧？你让我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喝，我不管你，你爱喝不喝。你好好反省一下。永年呢？水泵又不好使了啊，没睡呢。啊，这水泵，咱用的可有年头了。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哎呀，你看看，这挺精致的嘛。宣言做的。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多少钱？999。真能卖得出去啊？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这价格定的有点太高了。你记得10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间，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工啊，可费大了。那当然，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间，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这个主意是挺好啊。不过，得你儿子点头吧。来，一点水深一点，起，倒，来，怀，老板，圆，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要看着我的手，来。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起，下。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这样你的动作才能张弛有度，不会急，也不会乱。老何，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采访，想要采访一下你。咱们能不能把机器先关一下啊？关一下啊！可以吗？有点太高了，有点曝光，你要不要往这儿抬？这可以，这可以。带上机器了啊！好。叔，咱先把机器关一下，这声音太大了，听不见。关机器，这活不干了。我上着班呢，就一个小采访，很快，就关一下就行。对。哎，你干什么？叔，您先歇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好吗？来，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啊。这还是的呀。您看啊，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好，那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手工做得好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您说对不对啊，叔？我跟你呀，他就不是一个祖宗。上考古，挖坟去。这是职场。小鱼啊，你这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就是，我师傅没死呢，我用得着他教我吗？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2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他说了算。我吃葱吃香，我还就不吃蒜，还动不动就古法的。哎，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他要看见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老哥，
你说话在老学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那也得找到人才行。这现在啊，天天往山里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往山里跑，干什么去？对呀。哎呀，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呗。干大事。说凤阳到凤阳，凤阳出了个朱皇帝，10年高要9年荒。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买儿郎。母亲，哎，忙什么呢？研究饮水呢。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对，这事确实应该问专业的。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这个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引水，又修池子，投资这么大，它划算吗？哎，有年，我跟你讲话呢。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你听听。我听听，耳朵在这儿呢。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度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张度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10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这个张度这个人呐，我怎么说呢？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关键是他说话的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那真让人受不了。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儿都适应，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啊。立传人这个事儿，它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要慎重。这事儿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的。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儿，我比你看得清楚，张度这人啊，他跟你不是一条心。我们宣家与松鹤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诚心当指呢，给宣家争了脸面。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
第35代传人。宣家的纸啊，之所以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它就靠3件宝，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小岭村的山泉水 pH 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嘿，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1个月给我这个晒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1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哎呦，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不是素兰姐，我真没这么想。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哎，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我真没有必要不承认嘛。好，我们一家人不说2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就这么定了。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力，嗨，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想干啊，我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哎，干嘛呢？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1、2天就干完了。回去了。大家收拾收拾，走吧。还没回去休息呢。哎，师傅，我还不困呢。来，吃花生，你师娘炒的，还挺香的。谢谢师傅。我知道了。啊，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你弄这个干什么？哦，拍摄用的。桃子前2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从哪儿买呢？你这个木榨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哦，原来呢是用木榨法，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但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细化控制。来。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做纸的温度。所以你就一直强调古法纸。对呀，师傅，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
那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你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工捞了，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兑皮洗浆。你这个木栅器，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5、6个人抬得动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它太重了，它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它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它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一张薄薄的宣纸，承载千年的底蕴，祖辈传承着记忆，一脉金揣一成息。淡淡墨香飘江南，千年古镇有灵气。那人那方那工艺，留下多少传奇？这山水灵气，有多少故事，至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养育着土地。一张薄薄的宣纸，承载千年的底蕴，祖辈传承着记忆，一脉金揣一成息。纸上阡陌写丹青，方寸之间有真气。愿以世间多风情。